乒乓球发球规则详解。最近我一些发球的视频呢，引起大家在评论区的热议。那么很多球友呢，我发现对于发球的基本规则，包括正式大赛当中对于发球犯规的判罚，并不是十分理解。这节课呢，跟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这次发球的视频呢，我准备出2期。第1期呢，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正式比赛当中发球的基本要求，或者说什么样的发球才是一个合法发球。第2期呢，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世界大赛当中判罚最多的2种，一个是挥抛一个是遮挡。我们知道发球是一个球的开始，那么发球的开始又是什么样的呢？规则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说发球运动员将球放在手上，身体处于发球前静止的那一刻起注意我强调是静止的那一刻起为一个球的开始。所以说当我们在发球的时候，如果球抛起来没有碰到球这个时候应该判对方得分，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球的开始。在身体静止的那一刻起，要求球拍2种必须是在台面以上，端线以后。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样，这显然是球在台面以里；如果这样，那球拍在台面以下。那么抛球的时候呢，要求是垂直向上。当然了，人不是机器，垂直向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既然不可能做到，就要有一个判罚的尺度。正式比赛当中，一会儿我会加一些视频，要求呢这个球向上抛起的方向正常是90度，它要求呢不能偏离30度以上。那我抛球的时候，你看我尽量垂直向上抛，你会发现这个球也并不是完全垂直的。这个角度可能有20度，那么比赛当中是不会判罚。优秀运动员发球中的适度回抛。比赛中运动员适当的回抛是为了更好的合力，而这种回抛如果没有超过规则规定的30度，就不会被裁判员判罚。这也是优秀运动员合理利用规则的体现。另外一个呢，不加任何旋转。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球抛起的时候不能用手主动的加旋转。那你会发现我即使不加旋转，球在空中也会转。那么这种呢一般是不会判的，裁判员主要看你是不是有意识的在加旋转。16厘米以上指的是球脱离手16厘米。对，有人这么夸，这个还不够10厘米，不够16厘米就是球和手一起在往上抛，指的是球脱离手16厘米以上。那么在接触球的那一瞬间，这个击球点也要求在台面以上，端线以后。有的人一抛到里边了，犯规。规则还要求呢，接触球的时候必须是等球下落的那一瞬间才可以击球。抛起来球要下落的时候才可以发，那么在上升的时候你是不允许发的。再有一个要求呢，就是现在的无遮挡。那么在无遮挡发球，我会在下一期具体来讲怎么样才能叫无遮挡发球。正手若下旋短球的处理调打偏。比赛中，面对对方发到自己正手位的弱下旋短球，最积极主动的方法就是使用正手调打。正手调打具有动作小、速度快、隐蔽性好等特点，是我们业余球友进阶过程必须掌握的一项技术之一。正手调打主要是针对上旋和弱下旋的来球，又低又转的下旋球是很难进行调打的，即使勉强上手，也不易调打出质量，反而会让我们在比赛中更加被动。正手调打的练习方法，在徒手模仿的初期，先把脚下步伐做好。具体方法可以参考我之前讲解的前后步法视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如果你是右手握拍，需要将右脚上到球台以内，
挑打时将重心落在右脚脚掌，根据来球弧线和下旋的强弱选择好引拍的高度。在自抛自打环节讲几个小技巧。第一，抛球手尽量贴近台面，这样会让球的弧线更低。第二，球要向右前方抛，身体要随着球向右前方移动，在高点期击球。乒乓球的短球技术一般来说都是顺拐动作，也就是说上右脚，用右手，因此不能像长球技术那样有顶胯或转腰动作。挑打上部的位置很重要，身体离球过近会造成挥拍加速距离太短，击球力量不够；身体离球过远，手上的调节能力会变差，影响击球的命中率。挑打的板型要根据来球的高度和下旋的强弱进行调整，球的弧线越高或者下旋旋转越弱，板型越要前倾；如果来球弧线低或者下旋旋转强，板型就要适当后仰或者说亮板。关于发力方向也是同样的道理，弧线越高或者下旋旋转越弱，越要向前发力，反之就多向上发力。挑打的主要发力部位是前臂、手腕和手指。引拍时，手腕适当后伸，有助于击球一瞬间前屈发力；手指要找到先放松，击球时抓板的感觉。好了，这次正手挑打的教学就讲到这里吧，谢谢您的观看，祝各位球友球技大涨，横板反手快思讲解。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反手的快撕技术。当我们的反手快拨技术练习到一定程度之后，就要开始接触到反手快撕技术。首先我讲一讲二者的区别。快拨呢是以撞击为主，快撕呢是在撞击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摩擦。那么说到撞击啊，因为拍面是略向前倾的，所以即使是快拨它也会略带一点点上旋，只是它以撞击为主，而快撕呢加大了摩擦的比例。第二个呢，引拍的幅度，快拨的引拍呢基本是在腹前3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那么快撕呢，因为需要更多的摩擦，这时候手腕的引拍幅度要比快拨要大，同时呢腹部收的也要更往后一点啊，以便于往前顶腹的时候发力。那么手腕呢应该是板头向后引的多一点，以便于向前上方去摩擦这个球。快拨的引拍啊，快撕的引拍啊，快拨的引拍，快撕，快撕是这样。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快撕的时候啊，在接触球的那一下，前臂和手腕有一个向前上方加速摩擦的过程，而快拨呢虽然也有加速，但是呢看着没有快撕那么明显。快撕这块要有一个明显的加速。接下来我演示一下快拨和快撕的区别啊，先做2次的快拨，再做2个快撕。快拨啊，快撕。接下来啊，把快撕的几个细节跟大家讲一讲啊。第一个呢，这个肘稍微要架一点，不要太贴近你的躯干，这样呢不利于你前臂的发力。稍微架一点，但也不要架得太高，这样就比较紧张了，不够放松啊，适可而止。稍微有一点点架，这样更有利于你这个板子板头能回来。如果这样，你板头是回不来的。稍微架一点点，这是其一。另外一个，这拍型啊是比快撕要更加前倾一点啊，以便于接触到或者说摩擦到球的后中上部。在引拍的时候的收腹啊，可以加大你的引拍距离，或者说你这个板头的运动幅度。如果你在这儿，那你板头可能就能引到这儿。如果你稍微往后一点，你会发现你这个板头更向后了。那么你这个发力距离，相当于你这个力臂就长了啊，你的做功距离就长了，就更容易发上力。那么说一说这个板头的高度啊，这个板头呢，正常来说，快撕的时候放平啊，如果太高的话是不利于你手腕的发力的啊，你这个运动幅度太小了。如果太低呢，这个弧线又太高，容易往上走的太多。所以这个板头基本上和拍柄
是平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另外，因为快丝过去的球呢是有一定的上旋啊，球的轨迹包括2速都会比这个快拨过去的球威胁大得多。这也是我们在练习快拨之后学习快丝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快丝的引拍啊，也是和拧拉一样，不要一次引到位。那么如果你一次把板头直接朝向自己，这个人是比较僵硬的，包括你的前臂、上臂和肩，这是比较僵硬的一个状态。那我们引拍的时候呢，只需要板头稍微往后一点，引到这儿，在出手的时候再有一个从后向前的这么一个过程。仔细看，往哪做？这样就比较放松了。不要直接这样，这个是比较硬的啊，这种是使不上劲儿的啊，一定是这种。这个相对来说就柔和一点。接下来啊，我们讲一讲关于快丝引拍的高度问题。由于快丝是针对对方过来的上旋球，所以说引拍高度应该比球台略高一点，然后根据对方弧线的高低选择一个高一点引拍还是低一点引拍，但记住一定是在台面以上啊，因为我们接触球的时间呢是上升后期到高点期这段时间，借力还是比较多一点，所以手不要拿得太低。另外一个，因为是摩擦球的后重上部，所以快丝的板型肯定是要比快拨更加前倾一点进行摩擦。在练习快丝的初期，我们先找前臂和手腕摩擦球的这种感觉，然后引拍放松，在接触球的一瞬间有个抓板向前上摩擦的过程。在开始的时候啊，你可以稍微加点摩擦，弧线稍微高一点，这都不要紧，因为我们从快拨学习快丝的时候，最主要的先找着摩擦的这种感觉。开始你就是挂住，加点摩擦就可以了。第二阶段呢，我们就要多向前一点，降低这个弧线的高度。多往前一点使劲。第3个阶段，我们要训练自己有顶蹭的这种感觉。刚才呢，可能摩擦的比例过高，造成比赛当中或者相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球速比较慢啊。虽然旋转有，但是呢，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我们这个球。现在呢，我们需要多撞一点啊，加强球的速度。反手快丝演示。接下来补充几点业余球友在练习快丝时容易犯的错误。第一，虽然在快丝的过程中肘关节是略微架起来的，但是击球点不能距离身体过远，这样不仅会减少前臂的发力距离，也会降低击球的命中率。第二，肘关节作为前臂的支点必须保持稳定性，不要晃动，否则会影响前臂的发力。第三，快丝时腹部前顶，带动手臂和手腕发力，不能做成反手拉球那样转腰的动作。第四，快丝时身体重心不要有过多的起伏，如果重心向上过多，会造成球的弧线过高，身体不够紧凑，还会影响你下一板动作的衔接。第五，快丝过程中手腕确实要发力，但是动作结束后一定注意手腕要进行制动。一般来说，动作完成后还是和反手快拨一样，手腕微屈，或者通俗点说就是向内勾，而板头基本上是指向前方。关于反手快丝，您还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谢谢大家的观看。